欢迎观看说文解字系列双语教育视频。你知道汉字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经历了物极必反、由贬变褒的有趣过程吗？它是如何从最初表示违反、背离的含义，转变为今天的听话、伶俐之意的呢？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用普通话解说，并配以英文字幕，带大家一起探寻乖字的起源，了解它的演变历程及其背后蕴含的传统中国文化思想，同时学习一些与乖相关的常用词汇。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，三声的拐部属于象形字，读音从乖及乖巧的乖字，其本意是仰角。在方言中，拐部还可以作为提手旁的拐的通用字，指跛行的样子。还有学者认为，拐部是木字旁的拐的本字，因此拐角也可写作乖角，拐杖则为乖杖。实际上，拐部的字形不仅像仰角，也类似于老人使用的拐杖。此外，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，一声的乖今天写作乖，表示立，本意为背离或违背。西周和战国时期，拐部加入了表意符号八，表示其本意与离异或分离相关。在小篆字体中，八被繁化为双层结构，接近于兆的字形，而兆在古文字中的含义是别，即区别或分离。到了隶书时期，乖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写法，同时兆简化为北，象征二人相背，从而更加突出了违背、不和谐之意。在宋代，文人墨客常用打乖一词，意为不老实或耍滑头。到了明代，又衍生出与之类似的卖乖，随后乖滑、乖巧等词相继出现。乖字在明清时期呈现出一字两义并存的现象，乖的违反、背离之意多用于书面或正式场合，而乖巧、机灵之意则是在原始引申义的基础上，附加了不驯服、顽皮的含义后进一步发展而来，并在口语对话中被频繁使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乖在不闹、听话、聪明、机灵这一层意上的使用逐渐变得广泛且普及。今天，当我们形容一个人脾气急躁、易怒时，常用乖戾一词，表达其性情、言语或行为的别扭与不合情理，带有抵触和不协调的意味。而类似的乖张一词，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性格上的偏执、不驯服或行为不规矩，暗示此人行事不按常规出牌，甚至显得过于独特。那么，大人们为什么还总是希望孩子要乖呢？这背后蕴含着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阴阳平衡思维，一物两面，过犹不及。孩子若太听话，容易变得木讷，而总是不听话，则可能过于调皮。因此，乖或乖巧追求的是一种听话与不听话之间的教育平衡。事实上，乖巧还蕴含着聪慧、灵动之意，并非刻板服从，而是规矩中带有机敏。现在，你明白了汉字乖是如何从不乖演变到变乖的过程了吗？也相信你已经解开了为什么乖张、乖戾的乖与乖巧的乖意义截然相反的疑问了吧？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